这绝对是所有地狱开局中最地狱的开局。当你一睁眼发现自己变成了小时候的尖童婴，你知道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折磨，知道心脏会被虫子寄生，知道你会失去名字、家庭和笑容，你会怎么做？在被送去奸童家之前，我们可以直接自曝魂传的身份。原版石城虽然蠢，但绝对不是个坏人。他送鹰去奸童家的理由其实很直白，魔术师家的魔术回路只能由一个人来传承，把鹰送过去就是为了让鹰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石城就是那种希望孩子更好的家长，然后被黑心补习班给骗了。而且你想，作为一个父亲，看到自己的孩子突然换了个语气跟你说话，不管说什么都高低得听一听吧。虽然这种未来会咋样啥啥的可信度不是那么高，但是原版家师承宝石翁对于这种说法高低还是要考虑一下的。同时我们魂传之后有一个最强利器，对于未来的信息差，在被送走前给原版石城多来点预言震撼，不信也得信。当然如果你想玩角色扮演，不想用这种击碎第四面墙的直球直接把剧情速通了，那也可以给我们看到的未来编个理由嘛。比如遇到了一个奇怪老头，你想想从一个幼儿园小孩嘴里说出宝石剑这种东西，作为家主的石城听到得有多震撼。当然了，劝住石城那只是第一步，只是让他们相信了自己去奸童家的未来会极其凄惨。这个时候也有第二手准备，毕竟我们在一个魔术师的家系里，就算穿越之后真的想玩玩魔法，想要整点以前没玩过的，那也可以挑挑地方嘛。众所周知，原版家有个远房亲戚啊，就是金钻头那家，可以当场离开东木直奔大陆的另一边。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想，那直接当日子人呗，看和魔术师这些事情干啥？这个做法看起来没什么问题，最大的隐患来自鹰本身，鹰的魔术天赋也是非常高的那种，这样的人如果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反而会更加危险。但如果穿越的是已经被送到奸童家的鹰，那要怎么办呢？这其实就很麻烦了。已经被送到奸童家，这意味着虫爷已经寄生在了心脏，这逃去哪里都没用了。我们看过动画的都知道，鹰几乎是在故事的最后靠着黑圣杯的力量才把虫爷给弄掉。那这段漫长的时间要怎么度过呢？首先我们知道一件事，在 Fate Zero 时期，鹰已经被送过去了，那个惨状没给奸童燕叶看疯了，都算他大心脏。但同时我们要知道 Fate Zero 时期圣杯已经是被污染的状态了，我们在有这样知识储备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找个后半的时间点接近爱丽丝菲尔，间接通过他取得和圣杯的联系？这样做相当于是跳过了从 Fate Zero 到 Fate Stay Night 这段时间的煎熬，直接从小孩形态变成黑鹰。这个做法不能说完全没有可行性吧，说不定还非常简单。按照我印象里的情况来看，应该没有说是因为鹰这惨绝人寰的经历才让他有了对于圣杯的适应性吧，说不定还能阻止东木的大火呢。不过问题就是没有侍郎的情况下，原版灵仪还是个小孩， Fate Stay Night 能对抗黑鹰的宝石剑，原版加这冲击波又拿不出来，被黑圣杯污染后的鹰好像没人能阻止了，指不定到时候打出来个安根曼纽拉成功诞生的大团灭结局。但是没有关系，我们 FGO 玩家都知道，只要出现了对人类威胁很大的东西，那就会有冠位从者出现拯救世界。那对鹰有对策的是魏公侍郎。好了，关于这个地狱开局，你有什么别的脑洞或骚操作吗？或者你觉得还有什么地狱开局魂穿过去很有意思呢？欢迎在评论区一起聊聊。我是凯西，我想和你聊聊动画。